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如果说在我闭关前，最后还有想要做一个有关 Contra 3主题的影片，那一定会是 Contra 3到底适不适合开发手机游戏。有在长时间使用 Contra 开发游戏的人，一定都会知道，早期 Contra 这套软体主要是用来开发网页版的游戏。虽然它在输出界面上一直都有桌机，好比说 Windows、macOS、Linux， 面对手持设备，它也可以输出到安卓、iOS。但是这些输出选项在我心里始终有个疑虑，那就是执行效能到底如何。很早之前我就已经知道 C3 输出到安卓 iOS 是透过 Cordova 达成，而这个技术说穿了就是在行动装置执行阶段呼叫了一个类似网页浏览器的界面，让你的游戏在上面执行。根本上 C3 不会像是 Gensala 编译出一个原生执行码，而是像胶水在 JavaScript base 的基础上运行你的游戏。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 C3 在行动装置上面的效能必定不理想。但是这几年呢，随着安卓以及 iOS 作业系统在 HTML 支援度提高，系统在浏览器以更高的执行效能执行 WebGL2， 在我的心中多少也开始相信 C3 所开发的手机游戏应该也能够符合顺畅运作的需求，只不过我都没有好好进行测试罢了。经过了这几天简单的测试，我终于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你要用 C3 开发安卓游戏，在绝大多数效能测试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近期 C3 还针对安卓输出流程进行优化，大幅提升开发者的便利性，这真的非常推荐你透过这套软体进行安卓游戏的开发。好，至于我为何会有这样的结论，就让我花个10分钟好好的跟大家分享我的测试经过吧。在进行安卓效能测试之前，我需要一些 baseline 的测试数据。那么为了取得这些 baseline 测试数据，我开发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游戏，以下就是我测试用的游戏。首先我设计了一颗球，它有子弹的行为，当它被建立的一瞬间会朝着萤幕上随机的角度飞行，当这个球体碰撞到墙壁则会因为 Balance of Solid 反弹。在界面的下方我设计了4颗按钮，分别是动态增加1颗、10颗、100颗、1000颗这些球。画面的上方在左上角则是会显示游戏的更新频率，也就是 Frame per Second FPS， 每秒更新画面的次数。而右上方则是当下球体的总量。这里我简单的执行这个游戏的测试，你可以看到当我按下+1就会飞出1颗球，当我按下+10就会飞出10颗球，当我按下+100就会飞出100颗球，当我按下+1000就会飞出1000颗球。最后要说明一下，这个游戏的解析度是 1080x1920， 并且我测试的电脑规格是 i7 10700 2.9 GHz， 显示卡为 NVIDIA GeForce RTX 3060 Ti。 好，那么就让我来说明一下我的测试方式。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测试在不同的平台输出环境下，究竟该平台最高能够接受多少颗球，还能保持在30 FPS。 这边说明我将输出的平台分别是第一个 HTML5 在 Windows 上面的效能，第二个 HTML5 在 iPhone 7 Plus 上的效能，第三个 NW.js 在 Windows 上面的效能，第四个 WebView2 在 Windows 上面的效能，以及最后 APK 安装在页层模拟器上面的执行效能。另外这边同场加映一下，我还透过 Contra 2 R280 版本开发了类似的游戏。我分别会进行第一个 HTML5 在 Windows 上面的效能，第二个 HTML5 在 iPhone 7 Plus 的效能，以及 NW.js 在 Windows 上面的效能，看看 C3 是不是真的有如官方所说的，相较于 C2 有着明显的效能优化。那么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是第一个 HTML5 在 Windows 上面的效能，这个执行结果不差，当我新增球体到32000的时候，它才会下降到30 FPS。我有注意到 C3 使用我的 GPU 在进行运算，所以它不仅仅使用 CPU， 真不愧是 WebGL2， 果然有最佳化使用我的系统资源。接着
相同的游戏在我的 iPhone 7 Plus 上面运作。这也是我现在还在使用的手机，虽然有点旧，但是由于 iPhone 7 Plus 发行日期是2016年9月，它采用的是 Apple A10 Fusion 处理器，4核心 2.30 GHz， 相较于现在的处理器已经算是降级的规格了，应该蛮适合当做低规的测试标的。话说回来，当球体到达9000的时候 FPS 就下降到30了。不过以9000个高速移动的物件，更新频率还有30 FPS， 我觉得拿来开发游戏应该是绰绰有余了。接着 NW.js 以及 WebView 2在 Windows 上面的执行效能，这两个效能我一并说明，它们都是在 Desktop 作业环境上面透过中介的方式来执行 JavaScript 的程式码，相信这也是得益于 WebGL 2的支援。它们的执行效能跟 HTML 输出的结果相去不远，两者的物件处理数值经过我的测试分别落在32000以及33000之间。最后，由于我没有安卓的手机，所以我只能透过夜神模拟器测试在 Windows 环境下安卓运作 APK 的效能。这也是我最关心，透过 Cordova 到底它的执行效果好不好呢？答案是，当球体到达28000的时候 FPS 才会降到30，这真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还以为这个数字会更凄惨一点。不过毕竟不是透过实际的安卓手机测试，如果有哪个伙伴有心，希望你能够透过我的原始码，也欢迎你能够提供实际 APK 安装到安卓手机上面的测试结果哦。同场加映的部分，也就是透过 C2 开发了相同的游戏，我得到了以下的结果，分别是：第一个 HTML5 在 Windows 上的效能，它的结果是21000个物件，它会降到30 FPS。第二个 HTML5 在 iPhone 7 Plus 上的效能，它的执行结果是8000个物件，它会降到30 FPS。以及 NW.js 在 Windows 的效能，它的结果是18000个物件会让更新频率降到30 FPS。换言之 ，C3 在 C2 的输出游戏效能上提升了，分别是 HTML5 52%、iPhone 7 Plus 12.5%以及 NW.js 83%。这也回应了我先前在另外一支影片提到的效能差距。果然，输出游戏的效能才是最大的差异。C3 明显比 C2 优化了不少，一分钱一分货。好啦，以下就让我简单的展示整张测试的表单。OK， 在透过 C3 制作安卓游戏上面，如果仅仅只是效能提升，那么我根本不会做这支影片来介绍。这当然是因为 C3 还额外做了一些更棒的事情，才会想要让我跟大家分享。而这个更棒的事情，就是 C3 针对 APK 的输出流程还进行了贴心的优化。其实在2年多前，我就已经透过 C3 输出过安卓 APK 了，但是当时我这边称之为 V1 版，它是输出 Cordova 的专案。你除了要安装安卓 Studio 以外，你还得安装 Cordova 的环境，这件事情真的是超级麻烦的。我知道前一阵子 C3 有做过一次流程优化，在那一次的进化版本中，我称为 V2 版，你只需要安装 Android Studio， 它会将 Cordova 的函式库包含在输出的专案里面，这样你就有机会直接编译出 APK 了。但是这边请注意，我是说有机会哦，编译上你仍旧是有机会发生无法正确产生 APK 的问题。直到这次我再回头使用安卓输出的功能，这边我称为 V3 版，我惊喜的发现 C3 已经支援直接编译出 APK 档了。这就跟 Gensala 一样，当你填入正确的资讯，好比说作者、专案 ID、网站资讯等等，你就可以直接输出 APK 档案了。当然这个工作也是透过官方的后台达成，所以在编译的过程中，你需要花一点时间等待，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APK 档案。希望官方的伺服器不要像 Gensala 一样，有一天会因为使用的人越来越多，产生档案的时间也就越来越久咯。另外还有一件更棒的事情，就是产生签章的钥匙。在过去，你为了要产生这个钥匙，你需要学会 Java 的 Key Tool 这种工具来产生签章，你还需要输入一堆指令，然后在你每一次产生这些签章之后，你可能就会忘记怎么去呼叫它们，直到下一次你在需要的时候，你又得再上网查一次这些指令。现在你只需要透过 C3， 它就可以直接透过网页上面的界面帮你线上产生这把钥匙，然后直接将这个钥匙塞到你的 APK 中，整个流程都帮你妥善处理好了。俗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现在呢，你只要透过 C3 就可以快速的开发安卓游戏，这样一来又让 Ctrl 3在创作游戏的优势
更为要进一步。另外 C3 是否能够产生 iPhone 的游戏呢？当然是可以的。据我所知，目前 C3 平台针对 iOS 输出的仍旧是 Cordova 或者是 Xcode 的专案。虽然我还没有去测试过整个输出流程，但是我依稀记得先前当我在介绍这一款益智游戏的时候，该作者也是先上架了安卓版本的游戏到 Google Play 平台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上架到 Apple 的 Store 上。所以我相信过程虽然可能有点麻烦，但是不是做不到哦。好，有兴趣的伙伴们再请自行研究看看吧。今天呢，我就针对透过 C3 制作安卓游戏的评估进行说明，希望这一次的内容对于想要开发手机游戏的伙伴们会有帮助。本次的游戏专案原始码我一样会放在说明栏里面，有兴趣的可以下载回去测试看看。老样子，如果你情不自禁的喜欢上这部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动力。我是忠义，始终的忠，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